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仙侠男神到央视推荐，诚意的逆袭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一、从湖南小县城出发的追梦者。2025年的湖南省辰溪县，一个普通家庭里，诚意从小听着奶奶的朴素教诲长大，顺其自然，坏事也能变好。这句话成了他后来面对人生起伏的信念。高中时，他从未想过与演员挂钩，直到朋友随口一句要不要试试考中戏，像一粒种子悄悄埋进了他的心里。10几岁的他攥着攒下的钱，买了一张北京的站票，20小时的绿皮车，双腿发麻却兴奋难眠。他带着学来的诗歌朗诵和美声歌曲，忐忑地走进中戏考场。结果，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。2. 在龙套中沉淀，在爆款中爆发。刚入行的几年，诚意没少吃苦，跑龙套、演配角，甚至拍完戏台词背全删。但他从不抱怨，蹲在片场看前辈演戏，没戏就刷经典影片学习。这份少说话多做事的踏实，在浮躁的娱乐圈显得格外珍贵。直到2025年《琉璃》播出，他饰演的雨丝凤以深情时事虐恋征服观众，热搜霸榜，粉丝暴涨。一夜之间，他从无名小卒变成顶流。但走红后的他没有膨胀，反而更专注打磨演技。沉香如屑里，他一人分饰3角：帝君的隐忍，捉妖师的洒脱，魔尊的邪魅，每个角色都立得住。莲花楼更是封神，从意气风发的李香怡到重伤后淡然的尤伊里莲花，身形、眼神、气质全变，把隐忍与豁达演到骨子里。3. 流量退去后，他选择了最难的路。当质疑声袭来之慧眼古装吃老本，流量过气就凉，诚意没有辩解，而是用作品回应。2025年，他在谍战剧《深潜》中饰演表面玩世不恭，实则心思缜密的富家少爷云鸿深。角色从伪装到觉醒的过程，他用微表情、单边眉毛抖动等细节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业内人士评价，他演出了谍战剧的魂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开始向主流价值倾斜。8月28日，央视新闻用他演唱的《敢当混剪》抗战剧片段，视频里他的歌声与《亮剑》地道战画面交织，瞬间点燃爱国热情。这不仅是对他零绯闻、低调敬业的认可，更是对他传递正能量的肯定。4. 央视点名背后，流量明星的破圈密码。如今的诚意早已不是雨丝凤的代名词，他既能驾驭古装权谋，也能胜任主旋律题材，甚至尝试配音、录歌。他的成功或许藏着娱乐圈转型的答案：拒绝躺平，持续学习，每年只接2部戏，空档期上课，专攻微表情控制，为新角色旁听评审2个月，用作品回应质疑。从仙侠到谍战，从游医到检察官，不断拓宽边界，扎根主流，传递正向价值，参与正能量活动，接拍主旋律作品，与央视合作打破流量标签。5. 真正的演员靠的从来不是运气。诚意的逆袭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从站票赴京的少年到央视推荐的演员，他的每一步都踩在努力与沉淀上。在这个流量速朽的时代，有人靠炒作博眼球，有人困在舒适区，而他选择用作品说话，用实力证明，真正的演员从来不需要标签定义，而是用角色和价值观站稳舞台。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某个角色的附属品，他用10年时间从湖南小县城走到央视舞台，用实力告诉所有人，流量会退去，但实力永不褪色。6. 从湖南小县城出发的追梦者。在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，
一个普通家庭里，程毅的童年并不起眼，没有显赫的家世，也没有人脉资源，陪伴他成长的只有奶奶的一句话：顺其自然，坏事也能变好。这句朴素的话语成了他面对人生起伏的信念。高中时的他根本没想过未来会和演员这2个字联系起来，直到某天，朋友随口问了一句：要不要试试考中戏？这句话像一粒小小的种子，悄悄埋进了他的心里。10几岁的少年，攥着攒下的钱，买了一张通往北京的绿皮车站票。20多个小时的旅程里，他双腿发麻，却满心期待。带着背诵的诗歌和练习已久的美声歌曲，他忐忑地走进中央戏剧学院的考场。最终，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。在龙套中沉淀，在爆款中爆发。进入娱乐圈的第一步，从来都不容易。刚出道的几年，程毅跑过龙套，演过配角，有时辛苦拍摄的台词甚至被全部删掉，但他从未抱怨，反而把更多精力用在学习上。没戏时，就在片场安静地看前辈演戏；空闲时，他反复研究经典影片。这份少说话、多做事的踏实，在浮躁的圈子里显得格外难得。转机出现在2025年，随着古装仙侠剧流离热播，他饰演的雨丝凤以时事虐恋的深情设定俘获了大批观众。剧集播出期间，他几乎每天都霸占热搜，粉丝数量直线上涨。程毅一夜之间从无名小卒变成了顶流。然而，他没有沉溺于流量的狂欢。沉香如屑里，他一人分饰3角：帝君的隐忍，捉妖师的洒脱，魔尊的邪魅，每个角色都立得住。而在莲花楼中，他更是完成了一次演技封神。李香怡到李莲花的转变，不仅是人物命运的起伏，更是演员本人对细节把控的极致展现。眼神、姿态、气质的变化，让观众看到他真正的潜力。流量退去后，他选择了最难的路。走红之后，质疑随之而来。有人说他只会演古装，有人说他吃老本，甚至断言流量过气就凉。面对这些声音，程毅没有急于反驳，而是默默选择用作品回应。2025年，他出演谍战剧《深潜》。在剧中，他饰演表面玩世不恭，实则心思缜密的富家少爷云鸿深。角色从伪装到觉醒的过程极为复杂，他用细微的表情变化，比如单边眉毛轻微抖动、眼神闪烁等，层层递进地展现人物的成长。业内评价认为，他演出了谍战剧应有的厚重与灵魂。更关键的是，程毅的作品开始向主流价值倾斜。2025年8月28日，央视新闻选用他演唱的《敢当》作为混剪配乐，画面结合抗战剧片段，歌声与经典影像交织，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。能够得到央视的点名，既是对他零绯闻、低调敬业的认可，也是对他传递正能量的一种肯定。央视点名背后，流量明星的破圈密码。如今的程毅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靠雨丝凤出圈的新人，他能够驾驭古装仙侠，也能撑起谍战剧的沉重氛围，甚至敢于挑战主旋律作品。仔细分析，他的破圈秘诀大概有3点。第一，拒绝躺平，持续学习。他每年只接1到2部戏，空档期几乎不休息，而是选择上课，研究表演技巧。为深潜里的角色，他专门旁听庭审2个月，只为揣摩人物的心理逻辑。第二，用作品回应质疑，不争辩，不炒作，而是用角色证明自己。无论是仙侠、谍战，还是现实题材，他都在不断拓宽表演边界。第三，扎根主流，传递正向价值。在越来越多演员选择综艺曝光、营销炒作时，程毅选择投身主旋律作品，
参与正能量活动，与央视合作，逐渐打破流量明星的标签。真正的演员靠的从来不是运气。回望成毅的10余年，从一个怀揣梦想，带着站票奔赴北京的少年，到今天登上央视平台的实力派演员，他的逆袭并不是偶然。那些年跑龙套的沉淀，走红后的自律，面对质疑时的坚持，才是他能一路逆袭的真正秘密。在流量速朽的娱乐圈，有人靠炒作博眼球，有人困在舒适区原地打转，而成毅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，用作品说话，用角色立身。正如他自己所展现的那样，真正的演员不需要标签来定义，而是用每一个角色，每一份情感打动观众。今天的成毅早已不仅仅是仙侠男神的代名词，他用10年的努力告诉所有人，流量会褪去，但实力永不褪色。